你给我的车牌查到了，车主名叫孙云霄。好，我一会儿再给你发2段录音，你找人帮我听一下，是不是一个人的？没问题。这件事我们确实有失误啊，都怪孙云霄那个小子不听话，到处给我惹麻烦。可是这雷旭逼得也太紧了。您呢，太仁慈。要不是您坚持把雷旭调过来，说他在吉平翻不起什么大风大浪，我们今天也不至于这么被动。的确是我太大意了，让他有这个机会，把陈年旧案都给翻出来了。所以啊，还是得您出面，把案子压下来。这个案子，既然已经让雷旭注意到了，以他的性格，不管是不是重启，他一定会一查到底的。领导，您得拿个主意。这件事情已经到了今天这个局面，你就用你的方式解决吧。靠边停一下，给你看样东西。杨大姐的笔记，眼神不错，陈简撕了扔的。这车已经查过，车主孙云霄。就是孙云霄。跟孙云霄有关的案子还不止这一件呢。你听说过几年前丁永刚丁老师的事吗？我怀疑丁老师的死和沈雨儿案之间有什么关联。我们接下来怎么办？我觉得你先继续查沈雨儿的事儿。那你呢？清明节到了，我去看看故人。咱都这么久没见了，你这一过来就是自助，能不能多少也让我赚点啊？你说你这车啊，都拆了多少次了？再拆真就要报废了。5000，你卖给我吧。快1年没来了，你这去哪儿发财了？我有次在电视上看见有个检察官，那个人怎么那么像你啊？啊？认识这么些年了，我连你是个干啥的都不知道，还挺神秘。哼。哎，5500，你再琢磨琢磨。丁老师，我来看看您。我刚进检察院就把您当成榜样，直到阴差阳错拿到您留下来的录音磁带，我才知道这个案子的复杂凶险。我曾心生胆怯，想远离此案，可录音中您的嘶吼始终在我脑中挥之不去。现在我感觉离真相越来越近了，我一定查个水落石出。你们是什么人？别撒花呀，小程。是谁派你们来的？是周永亮，还是祝杰？你认识祝杰？走！他们的罪行10个你都存不下。除非啊，你们把车子拆了，10个你都存不下。
帅，雷旭，你来了。丁老师的案子有线索了。进屋说吧。老丁喜欢车，爱车如命。丁帅就很像他，这些车模都是老丁买的，爷俩一起拼起来的。老丁走了以后，丁帅就喜欢摆弄这些车模，拆了装，装了拆。丁帅跟其他孩子不一样，不会表达自己的情绪。这些车模就是他对老丁的念想。陈老师，我来你们家呢，是想找一下丁老师当初可能藏起来的一些证据，但是具体情况呢，我可能不太方便跟您讲。是跟车有关吗？我看你一直盯着丁帅手里的那个车模。我瞎猜啊，有可能会在这些车模里。丁帅不让任何人碰他这些车模。你看这样吧，我带丁帅去我妈家住2天，你就在这儿安心的找。谢谢。该说谢谢的应该是我。谢谢你为老丁，为我们全家做的这一切。老杜，我没听你的，因为我们确实发现了一些问题。当年陈简的母亲是因为胃癌去世，在最后治疗的那个阶段用到一种进口的靶向药，而且那个药2万5一支，总共用了17支，总价42万多。但问题不是这个药有多贵，而是这个药有钱也很难买到。家老头身体恢复怎么样了？挺好的，现在越来越好了，我就能安安心心上班了。陈姐，陈姐，陈姐，你看看你现在这个形象，你还像个检察官吗？我父亲走得早，您就像我父亲一样。我一入了院，您对我的栽培，还有在工作上帮助我成长，
不然我现在工作起来哪有这份自信啊？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为了我的老母亲能多活几年，也是因为这些药，我成了别人的妻子。是世界集团的朱姐。是。那孙云霄和沈雨儿当庭翻供推翻陈述，也是您指使的吗？不是我，当初我也觉得很意外。那朱姐让孙云霄替谁定罪？这个我确实不知道，朱姐从来没有跟我说过。应该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，不然的话他不会这么卖力的。那杨大姐的车祸，你怎么能这么说呢？我又不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坏人。杨大姐的事情我也是后来才知道的。那是孙云霄吧？应该是他安排的人干的，因为杨大姐曾经见过我们俩见面，也见过我上过她的车。当年我刚到咱们院里的时候，是您带着我从一个助理检察员一路走到今天。您在我心里一直都像是一座山，一座可以依靠的山一样的父辈。之前在我发现您跟我查的案子可能有牵连的时候，我多希望我的判断是错误的。这10几年来一直都是您牵着我的手，带着我走。后来你迷路了，把手松开了。师父，我该往哪儿走？子瑜啊，别再叫我师父了，你也用不着替我难过。路是我自己走的，但这路啊，一步错是步步错呀。这个案子是我这么多年的一个心结，也是我职业生涯当中的一个污点。我的良心没有一天安宁过。不过子玉啊，我得谢谢你，都这个时候了，你还为我着想，没有带雷旭一起过来。
是怕我太难堪吗？不过现在我能把这些话都跟你说出来，我心里舒服多了。我料理好家里的事情，就去自首。如果你们有什么需要我的，我会随时配合你们。
怎么样？孙总，东西到手了，我这就回去。好。杰哥，你怎么来了？你小子野心不小啊，连我你都敢算计。杰哥，这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？你自己看看什么意思？杰哥，我哪知道这是什么呀？姐，你看，杰哥又冤枉我。杰哥，这里边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？云霄，你也是的，做什么事之前不跟杰哥商量商量，看把杰哥给气的。赶紧跟杰哥好好解释解释。你也别跟我啰嗦，告诉我这卡里到底是什么？对对对，这是丁永刚留下的东西吧？杰哥，我是为了您和史杰集团，才费尽周章把这东西拿回来的。杰哥，你误会我了，真是误会。误会？哼！跪下！张律师，雷主任好记性啊！孙玉霄让你来的。孙玉霄，那个跳梁小丑现在都自身难保。杜子瑜，杜检察官已经在来的路上了。这事跟他没关系，把电话换了。和他有没有关系？他来了自然就知道了。又来电话了，接还是不接？反正接不接他都得来。接吧，接吧，接吧，接吧。你怎么不接电话啊？杜主任，到哪儿了？你发那个定位准不准？你怎么约我去那么远的地方？准啊！我不是说要请你吃椰子鸡吗？这是个私厨，
发的定位附近，是咱们同届校友开的，环境不错，咱们边吃边聊啊。好，我马上到。雷主任，问你几个问题啊？喂，老多。喂，大力，雷主任应该出事了，你马上帮我报警。我把他的位置发给你。啊？没有时间跟你解释了，我马上要赶过去。现在这么危险的话，那你要不要先回来，我陪你一起去？没时间了，我开实时定位，你抓紧时间啊。好。别打了，别打了！杰哥，看在我的面子上，你饶了云霄这一回吧。啊，我知道错了，云霄，赶紧给杰哥道个歉。杰哥，我错了。杰哥是你叫的吗？对不起，朱总，我错了。起来。我早就提醒过你，别跟我耍小聪明。就你那点智商，差远了。你拿丁永刚留下的这张卡想干什么？想取代我？我不敢。你不敢？杰哥，你就饶了云霄这一回吧。这么些年，就我们姐弟俩相依为命。当年要不是杰哥，我们俩早就露宿街头了。我们俩知道感恩啊！要知道感恩。雷旭和那个姓杜的检察官找过你了啊？我可一个字儿都没说。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！你现在一个字儿没说，将来半个字儿也不许说。疼吧？知道疼才能让你长记性。我相信你应该知道自己怎么做。毕竟关上门，咱们还是一家人。放心吧，只要你守口如瓶，后边的事情我来摆平。
停了。到目的地还有多久？4公里。不对啊，这还没到，怎么就停了呢？那个，开快点啊！关机了，开快点！坐稳了啊！都检察官，我有些疑问啊。刚才呢也问过雷主任了，现在问问你，你俩的答案要是对不上，这2车沙子我免费送你们。第一个问题，这丁永刚的案子，你们查到哪一步了？找到一盒磁带，磁带现在在哪儿啊？被饺子偷走了。饺子是谁？孙云霄的手下。都检察官还算配合，是不是雷主任？说说孙云霄。这孙云霄你们都查到什么了？沈玉儿案，案发时孙云霄没有在现场，他是替人顶罪的。他替谁顶罪？我们不知道，我们真的想知道。这题就算你们对吧。孙云霄替人顶罪这事儿，除了你们俩，还有谁知道？只有我们2个知道，没人知道。很好。我没撒谎。我知道。孙总，刚才是我的疏忽，让你受了这么大的委屈。我这就去把东西再给抢回来。你是不是忘记自己已经被通缉了？你当时怎么跟我打包票的？你说他是你兄弟。你信他，我信你就好了。那他怎么给你卖了呢？我知道该怎么做。我这就回家，安抚好家人，离开济平，绝不牵连到你。万一真被警察给逮到了，我不会说半个字，事儿到我这儿就断了。自己保重。杰哥，出事了！你到3号工地等着，我派人接你。好。在哪儿呢？有事找你。
陈检，他们已经查到了祝杰让你替人顶罪，正在办理逮捕令。为什么告诉我？废话，你出了问题我怎么藏啊？我在老地方等你，你开我的车走，把这些年收集到的祝杰的罪证都带上，会是你保命的筹码。关键时刻，还是你陈检靠谱啊！赶紧的吧。谢谢啊。谢谢啊。蠢货！事已至此，就不说这些气话了，还是想想后边怎么办吧。好吧，我来想办法。不是让你等消息吗？怎么不请自来了？你请不请，我都会来找你。又是那个大领导电话？我跟谁通电话？跟你有关系吗？那就说点跟我有关系的。明白。要钱是吧？说个数吧。谈到钱呢，再谈别的都不值钱了。行，这个数500万。杰哥，我是你一手带起来的，你了解我。5000万？怎么？就这些年我给你干的这些事儿，还不值这个数吗？5000万，张宏图啊，人不能贪得无厌。你胃口这么大，不怕被噎死？是，这些年你是帮我铲了不少事，可我也没亏待你吧？你有什么不平衡的？哎呀，您现在都逍遥自在了，我都快亡命天涯了，你还不放过我？朱杰，你别太过分。哦，我的命不值钱，是不是？
刘果的命该值点钱吧？你在他爸身上可砸了不知道多少个5000万，还有这套美国的别墅也不少钱吧？你还留了什么后手？您栽培的好啊！我把这些年我该知道的、不该知道的，我都写成了一封电子邮件。12小时不取消，它自动发送。收件人雷旭。孙云霄，我提醒你啊，不是你一句不知道就可以逃避法律的制裁。我再问你一次，指使焦峰杀害苏达，以及蓄意谋杀公职人员的人，是不是你？我律师来之前，没有什么可说的。长2天就好了，没事。还好丽姐到的及时。老杜，雷主任，咱们经历过这一次，也算是过命的交情了吧？就差我了呗。还有一件事儿啊，孙云霄能落网，陈坚起到了很大作用。问一下公安，能不能申请彻查一下孙云霄的车？已经查了，提取到了一些比较陈旧的血迹，还有一些脱落的表皮细胞。血？哦，那刑侦技术队这块怎么说？他们说，由于这个车辆呢常年存放在地下车库里，温度跟湿度呢都比较适中，所以不太会影响 DNA 的活性。已经拿过去做鉴定了。好，这段时间大家挺辛苦的啊，咱们再坚持坚持。只要能抓到幕后的真凶，咱们再辛苦也是值得的。段伟也落网了，但是呢没有问出来什么有价值的信息。公安有没有张图的消息？他们的反馈就是说正在抓捕，但是张宏图的这个手机信号就是消失在废弃工厂的附近，然后就失联了。他的几个手下也都招了，就说自己只是被招过去当打手，其他的一问三不知。这个人啊，当年出面是直接摆平了孙云霄和申玉儿，但我怀疑啊，这都是祝捷在背后指使的。张宏图很可能是祝捷安插在孙云霄身边的卧底。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。要是按照祝捷这个行事风格，我觉得张宏图凶多吉少。你还好吧？你姐姐很担心你啊，一直在哭。哦，不过你放心，有你姐夫照顾的。你跟他们说，我知道该怎么做。你们所说的这些指控有没有证据啊？没有的话，我没有什么可说的。这马上也24个小时了，我是不是可以走了？于顿，你现在是一起刑事案件的重大嫌疑人，我们要对你采取强制措施。在这间屋子里，我们讯问过焦峰、段威、苏达，你都认识吧？丁永刚，你还记得吧？
认识字吧？我们在你的车里查出了丁永刚的血液样本，你的声音和丁永刚被谋杀现场留下来的录音科学比对完全吻合，你怎么解释？你们是什么人？别耍花呀，下车。你们到底是什么人？想干什么？把东西交出来。现在是法治社会，袭击司法人员，你知道什么后果吗？不想死得太难看，就赶紧交出来。是谁派你们来的？是宗有亮，还是祝杰？你认识祝杰？上车走！跟着！这么重要的东西，我会带在身上吗？除非啊，你们把车子拆了，或许会发现点什么。老大说了，不能有外伤。不在车里，那就是在家。行，带走。你们干什么？走！放开我！快点！放开我！他们的罪行，10个鸡都存不下，你们也不会有好下场的。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你们不会有好下场的。放开我！让我出去！是宗有亮。宗有亮让我带人接住丁永刚，说丁永刚手里有他和祝杰行贿受贿的证据，让我无论如何一定要拿到手。可是我们用尽了手段，丁永刚还是不肯交出来。最后宗有亮就让我用药把他迷晕，伪装成游泳溺亡，或者是畏罪自杀。这都是宗有亮的主意。当时那些匿名举报信都是他搞的。那张宏图的死亡到底和你有没有关系？张宏图死了。张宏图，他肯定是祝杰杀的。于队，我姐就在祝杰身边。祝杰拿他的命威胁我，
请你们一定要保护好我姐，我求求你了，我求求你，她叫孙云娣。谢谢。我可以继续谈判。说吧。沈玉儿不是我强奸的，是祝杰让我替别人顶罪的。替谁顶罪啊？我真的不知道。那天是5月6日，是我父母的忌日。我回老家祭拜，祝杰给我打电话，让我赶紧回来。我到 KTV 的时候，已经过了晚上12点了。孙一潇都招了，他们正在申请逮捕令。车里的人不要反抗，马上下车。赶紧联系一下交警队，调下监控，查一下从祝杰的私人会所一共开出来几辆车，马上在路内布控啊！是。祝杰让我先走，说在高速路口与我会合，没想到是让我离开你。太阴险了。祝杰向老宗行贿，结果被老宗的同学丁永刚发现了证据。丁永刚劝老宗自首，老宗表面上答应了他，背地里却对他起了杀心。是祝杰和老宗杀了丁永刚，还嫁祸他们。警察！
刚留下的 SD 卡，你还有什么要交代的吗？我没什么好说的。你们不是有备份吗？应该也看过了吧？那这个呢？这个 U 盘是孙云娣交给我们，里面是一段监控视频，经过受害人沈雨儿辨认，正是她被侵害时 KTV 包厢里的监控录像。还有这个，是孙云霄交代的，这些年你指使他进行的不法活动记录，时间、地点、受害人情况，不法收支明细的都在里面。我们警方已经掌握了确凿的证据，狡辩无济于事。我劝你还是如实交代吧。这一切都起源于沈雨儿的案子。当年刘果在我的 KTV 包房里迷奸了沈雨儿，被包房的监控录像录了下来。我拿着监控视频去找了刘立明，他为了救儿子嘛，选择了跟我合作。我通过他打上了当时还在极品的宗友良，之后滨海新区开发。在宗友良的运作下，我的世界地产顺利中标。就这样，我的事业一路从极品发展到了胜利，成了现在的杰出企业家。我听说江小杰现在状态不错啊。是，小杰下一步准备考美院，我跟萧炎呢，也都支持他。但是啊，今天请你们来，可能要揭开你们已经长好的伤疤。孙云霄已经落网了，张宏图意外死亡，但是江小杰这个案子还需要一个真实的结论。您放心，我们愿意出庭作证。被告人孙云霄犯故意杀人罪，判处死刑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；犯包庇罪，判处有期徒刑3年；犯妨害作证罪，判处有期徒刑2年，数罪并罚，执行死刑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。被告人祝杰犯故意杀人罪，判处死刑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；犯妨害作证罪，判处有期徒刑2年；犯行贿罪，判处无期徒刑，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，数罪并罚，执行死刑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，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。被告人刘立明知法犯法，包庇其子刘果性侵未成年人，干预案件审判，犯妨害作证罪、滥用职权罪、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，数罪并罚，判处无期徒刑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，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。被告人陈廷义犯受贿罪，判处有期徒刑4年，并处罚金20万元；犯徇私枉法罪，判处有期徒刑4年，数罪并罚，判处有期徒刑6年，并处罚金20万元。刘果、焦峰、段威等人均依法受到严惩。江小杰及家人受孙云霄威胁，在庭上作虚假陈述，考虑其没有造成恶劣后果，情节显著轻微，不予追究刑事责任。怎么样？这个耳机的降噪和音效都很不错吧？不错。哦，还有这个，专业的键盘和鼠标都是你最需要的东西。这都是给我的吗？这都很贵的。你姐我现在赚稿费了，有一家出版社让我给一本畅销书画插画呢。
现在这么厉害的吗？那我考虑以后给你做模特，我会给你打折的。找我画像是要收费的好吗？我给你做模特，我还要倒给钱。当模特，找我呀，云云，慢点啊。好。你干什么去了？盼着不是给你们买奶茶的吗？刘乔，来，谢谢。来，谢谢。周乔，听说你在学校网络安全大赛得了1等奖。我老师还鼓励我，让我去参加全国性大赛。周乔，你的梦想不是在世界级大赛上面拿奖吗？是，我一定会让5星红旗飘扬在世界级大赛上。有志气，厉害！小姐你呢？你确定报考美院了？确定好了，我已经在准备美术的专业课考试了。真没想到你妈妈能支持你。是呀，我也没想到，她现在变化还挺大的，不像以前那么强势了。现在医药网也结束经营了，她和我爸呢就专心干民宿，他俩也不像以前那样总吵架了。太好了。你呢？决定好报考方向了吗？我呢，决定出国留学，跟着我爸妈一起生活。好，为你高兴。我也为你高兴。周乔，乔阿姨的身体怎么样了？她挺好的。她为了学习，让我帮她买书。什么类型的书啊？你猜呀？医学类的书吗？不是。烹饪方面的书。她要自学法律，以后要去做司法社工。真的？真为乔阿姨高兴，她也找到自己的人生目标了。是。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找到自己的人生目标。既然咱们都找到了自己的人生目标，合张影呗。好呀。3、2、1，茄子。为表彰先进、弘扬典型、激发斗志，省院党组决定给丁永刚同志记1等功。下面，请麒麟军检察长为丁永刚同志颁奖。先核实走向。吉平市咸湖区检察院第9检察部的同志们，以未检案件为线索，用生命、勇敢、智慧，践行忠诚、干净、担当，追查出未检案件背后的窝案、串案，为同志洗清了冤屈，惩罚了罪犯，同时在未检工作中探索出坚决打击、强化保护的工作理念，被最高人民检察院荣记集体1等功。好，下面有请吉平市咸湖区检察院第9检察部的同志们上台领奖。有请滨河省人民检察院李浩宇检察长颁奖。以利剑锋芒，清黑暗污浊；以柔情暖意，换阳光重临。你们用宽容耐心，给少年的你带去司法温暖，用机智创新为受伤的孩子送去长久保障。你们以检慧之光关照未来，
以法律之盾守护民间。雷主任，我们都有点舍不得你，要不你就留下来，继续给我们当主任吧。丽姐，就算雷主任回到省里也是主任啊，所以他一直都是咱们的雷主任。主要是这次回去有更重要的任务，领导呢让我整合一下全省范围内我们检察系统卫检这个资源，要组建我们自己的灯塔卫检团队。主任，我们都支持你。不管有什么事儿，我们老九部的人随叫随到。六儿，大力，陪我去趟档案室，有几个案子卷宗我需要整理一下。那我们去忙了，主任。好。走。我老杨田，咱九部的。咱们九部刚刚成立，好多事情都还没有捋顺，无案不可办也是很正常的。你别着急啊。没着急。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，上次在椰子鸡吃饭的时候提到那个法制副校长的事。觉得我可以去试试。我觉得。徐大力，徐张力，他也是全国52公斤级柔道冠军。蛋蛋，在我过去，你能不能别再提上一个单位的事儿了？我之前老傅已经说了，我没有一点想提过去单位的事情，因为你不知道我没有拿那一套，我这很重要。您跟其他的检察官还真不太一样。您知道吗？这么多年以来，我第一次被同行询问，他弦儿比我还低。我今天也不敬你什么了，我今天真诚的谢谢你。啊，柳柳，叫我小刘、小柳都可以。你好，小柳。我今年刚毕业，检察官助理。哎，雷主任，您是紧张了吗？走啊！你倒是吧？别问啊，身份证。我还想着您会不会直接进去就来一句：“检察，请拿出你的身份证。”小六。不好意思，迟到了。化妆了？哪有啊？我每天不都这样吗？如果没猜错，你想自己去办江小姐的案子？你不用跟我特意强调自己这俩字儿。我只是想提醒你，这样不合规矩。孙云霄替人顶罪这事儿，
除了你们俩，还有谁知道？只有我们两个知道，没人知道。很好。老朱，雷主任，咱们经历过这一次，也算是过命的交情了吧？你好。哎，晚上好，你好，晚上好。妹妹，你这个房间哦，前边有机会一起玩啊。好，嗨。哪个房间？一块儿。自从上次庭院整顿之后，宋总对我们的要求非常严格，容留未成年人这种情况不会再发生了。几位，这边。由于各位这次来没有预约，宋总不在，他表示非常抱歉，大家请便。安全出口，出到哪儿？通往一个杂货间。杂货间。小柳，哎，来1、2，来吧。不好意思啊，乱糟糟的。你们这杂物间也不怎么乱呀。空箱子。空的。这是装什么的？我估计是一些耗材吧。耗材？这什么标志也没有，装什么耗材？哎，你拿下来我看看。你看，纸巾。云美直播间，别有洞天啊！解释一下吧。我也第一次下来。你也第一次下来？你是经理，能不知道有这么个地方？这是宋经理的地方，平时也不让我们下来。老薛，哎，这个是调取的直播记录，这个平台叫云美直播，半小时前几乎同时下线。在未删除的视频记录中，我们发现了他们有未成年少女主播。这个怎么解释？这确实不知道。